我是律师胡新奇，今天跟大家一起回顾这个系列视频的最后一案——未定事件簿第13章错火成科。这个案件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个人所实施的同态复仇案件。从案情本身来看呢，兄妹俩一开始就陷入了海马会的传销陷阱。后来于露生病了，因为错信了万能药而拖延了救治的时机，所以他的死亡跟海马会之间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也正因为如此，鱼骨为了妹妹去报仇的心态其实是人之常情，相信也是能被大家所理解的。但是他报仇的手段没有诉诸司法，也没有求助于警方，而是直接用个人的方式去谋杀了海马会的高层。那么这在现代法制之下是不被允许的，无疑是要构成犯罪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海马会去诈骗、去传销，甚至去害人，这些恶行刑法一定会惩罚。但是反过来讲，鱼骨基于个人的仇恨去谋害他人的生命，刑法同样也不允许，也会评判。我认为是会纳入考虑的，因为鱼骨的谋杀行为其实和我们实践中一般的故意杀人的恶性案件还是要区分看待、区分处理的。我们刑事司法审判一直在强调一个准则，就是主客观相一致。这个意思就是客观上我们要去考察行为是不是杀人行为，行为跟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主观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以及他到底怀揣着多大的恶意，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考察的。而在鱼骨这个案件中，他客观上的确有谋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但是他不是单纯的为了杀人而去杀人，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害死妹妹的这些人同样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对于这样的案件去司法量刑时，还是需要去深入的考察他行为背后的原因、动机，在此基础之上去判断他犯罪情节的轻重，然后再去量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刑法中一直强调的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法律本身就是脱胎于伦理和道德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和道德伦理截然分开。所以一个称职优秀的法律人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是一定要兼顾天理国法和人情的。那么这个人情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朴素的正义和朴素的感性，这其实在刑法中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正当防卫，再比如说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存在被害人的过错，那么就会一定程度上减轻行为人的责任。再包括前段时间两高发布的涉及家暴的典型案件中，由家暴引发的反伤反杀的案件，司法机关最终结合作案动机，认定为了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犯罪，从而判处了相对较轻的刑罚。但是话说回来，更好的社会、更好的法治是一定要法律和道德双向奔赴才能实现的。一方面，我们的司法要有所作为，要捍卫人们心中的正义，要让大家相信法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大家在遵循自己的感性、遵循道德的同时，也要守住法律这条底线。本案的鱼骨就是用自己作为筹码为代价才去完成复仇的，这样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方式，最终只会让轻者痛，仇者快。我们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传销组织，大多都是用投资、暴利这样的钱财诱惑来吸纳成员。但是本案的海马会很特殊，它一开始吸纳的都是生病的人，而这个群体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他们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海马会一边用安慰剂来缓解他们肉体上的痛苦，一边又用组织内部形成互联互助的氛围，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控制，形成精神上的粘性。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并且很难挣脱。我们不妨换位思考，站到鱼骨的立场上去。在这个组织里，我妹妹的病情通过安慰剂能够有所好转，并且每天还有那么多同病相怜的病友，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也能很大程度地缓解我精神上的焦虑和紧张，所以我才愿意捐款买药留在这里。再加上
身边的所有人也都在这么做，这样的从众心理又会推着我进一步的深陷其中。在这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些成员醒悟过来，发现不对，但是很多人会因为沉没成本太高了，所以不愿意放弃，也会有一些人因为组织的不断洗脑而不愿意面对现实，可能一直到最后整个组织分崩离析了，成员们才能从这个深渊之中挣脱出来，去承认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这个案件中的海马会，还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销组织，其实都有一个本质上的原理，就是抓住特定群体的弱点，去引诱你、控制你，最后诈骗你。比如说现在很常见的投资养老类的传销，就是利用老年人信息滞后的弱点，同时他们又有养老的焦虑。而介绍工作类的传销，就是利用大学生求职心切的这个弱点。而我们这个案件中的海马会呢，他们利用的是病友们饱受病痛折磨的脆弱和无助。但是不管他们的手段有多么的复杂精明，其实都逃不开传销的3个本质特征。第一，进入的方式异常。一般来讲，我们进入到一家正规的公司或者组织，都是用我们的工作去换取对方的报酬。但是传销组织却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先付费才能进入，通常要求参加者要缴纳入会费，或者要购买一定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他们可是有金钱上的门槛的。第二，组织的发展方式也很异常。一般的传销组织层级都冗杂繁多，通常要求有3层以上。拉你进来的人就是你的上级，你拉进来的人就是你的下级，整个组织就是通过不断的拉人头来形成这个层级，最后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人员架构。第三，获利手段也很异常。在传销组织中，赚钱不是通过卖产品或者卖服务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发展下线来实现的。你发展的下线越多，他们缴纳的入会费也就越多，而你上线所获得的提成也就越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骗进越多的人进组织，你就赚得越多。倘若我们不幸误入了传销组织，如果还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寻求帮助。如果已经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那么也不要慌张，首先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与组织人员发生矛盾、发生冲突，争取到他们的信任，从而获得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同时呢，还可以借着发展下线的借口，向家人朋友传递信息，让他们感觉到你好像一反常态或者有口难言，从而隐晦地去表达自己的困境。并且如果有条件的话，也要注意传销窝点周边的环境、道路、标志建筑。如果说有外出就医、采购这些机会，就尽可能的向外传递求救信息，从而方便警方定位救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持警惕，避免误入传销组织的陷阱。